两份记载完全不同的家谱，拉开了我们今天的故事。洪武初年，咱们大明朝的开国皇帝老朱设立宗人府长修玉牒，也就是修家谱。可惜的是，这份洪武年间修的家谱已经失传，现在能够见到最早的老朱家的家谱是朱棣永乐时期所修的天皇玉牒，而这份家谱却有2个版本。更早的一个版本说，太子朱标，老朱第2子秦王朱爽，3子晋王朱刚为朱母所生，只有第4子燕王朱棣，第5子周王朱肃是高后，也就是马皇后所生。换句话说，根据这份史料，只有燕王朱棣和周王朱肃是嫡子，其余人皆是庶子。而第2个版本中，朱标、朱爽、朱刚、朱棣、朱肃均为高后所出，5位皇子俱是嫡出，这就符合今天大部分人的认知了。根据学者考证，这2个版本都是明初大才子谢晋所撰。谢晋是朱元璋晚年时期的宠臣，但在建文帝时期坐了冷板凳，直到朱棣继位后又成了皇帝跟前的红人，颇受朱棣喜爱。离奇的是，从永乐9年起，谢晋的好日子就到头了，一直到永乐13年，朱棣再一次想起谢晋，只不过这次记起不是好事，而是命锦衣卫暗中处理掉这位昔日的大明第一才子。谢晋之死，表面上是恃才傲物，被心有妒忌的同僚下了绊子，往深层探究，则是被卷入了太子朱高炽和次子朱高煦的夺嫡之争，受牵连而死。但仅仅如此，似乎不足以让永乐帝对他动了杀心，因为谢晋并没有站错队，他是太子朱高炽一派的。要说谁最支持朱高炽，难道不是亲自立朱高炽为太子的朱棣本人吗？可以说，谢晋之死另有隐情。而这个隐情关乎一份朱棣绝不想让天下人知道的秘密。谢晋在职期间干了2件大事，一是为朱棣草拟登基诏，就是那个方孝孺宁死也不肯写的诏书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朱棣才会对谢晋亲言有加。第2件事就是主持编撰了永乐时期的2部重量级文献《太祖实录》和《永乐大典》。我们开头提到的族谱就来自谢晋编撰的《太祖实录》。《太祖实录》作为明朝官修史书，第一次修撰于建文时期，并在永乐时期经历了2次大修。朱棣为什么要重修实录？为了合法的继承皇位，有些事情是他不得不掩盖掉的。朱允炆是朱元璋的法定继承人，朱棣发动靖难之役，以暴力手段从其手中夺取皇位。今天的人也许觉得，朱棣毕竟也是朱元璋的儿子，不算什么大事。但这在当时的人眼中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篡夺，堪称大逆不道。朱棣承受的道德压力可想而知。皇位来路不正，显然是朱棣最大的心病。如何将篡夺美化为正义合法的行为，是朱棣最迫切的需求。为此，朱棣做了哪些事呢？清代史学家夏燮对此有精彩的考证。根据夏燮的说法，燕王朱棣、周王朱肃为庶出的同母兄弟。太祖实录2次修改都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。谢晋等人为了迎合朱棣，在修太祖实录时说一文太子朱标、秦王朱爽、晋王朱刚都是朱妃庶出，只有燕王、周王为高后所生，这样一来朱棣就成了嫡长子。后来朱棣认为一文太子朱标是庶子说法难以服人，就在3修本中采用了5子同为嫡出的说法。由于一文太子、秦王、晋王均死于洪武年间，朱棣为在世嫡子之长，按轮序可以继位，这种说法相对稳妥，容易被人接受。夏燮作为史学家，并不是空口白牙污蔑朱棣，他是有证据的。根据记录，黄子成给建文帝出主意削藩，有一句是说，周王是燕王一母同胞的兄弟，除去周王是断燕王手足。谢晋修太祖实录时，便根据这句话编造出仅燕王周王是嫡子的说法。但太子朱标为庶出的说法太过惊人，若朱标是庶子，太祖朱元璋根本不可能立他为太子，连朱棣也觉得这个说法难以服众，因此对谢晋心有不满，认为他是有意包藏祸心，落天下人的口实，此事可能就是谢晋最核心的死因。随后朱棣命令姚广孝、夏元吉等人再修，才有朱标、朱棣等5人皆为太祖嫡子的说法。但几人在修时忘记删去黄子成的话，反而留下了前后矛盾、篡改史书的痕迹。另一份永乐朝的官方文件《奉天靖难记》中记载了朱元璋曾3次预立朱棣为太子的情节。第一次是太子朱标在世时，
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私下交谈。第二次是太子朱标去世后，朱元璋和朝臣商量，但被大臣刘三无对回去了。第三次则是朱元璋临终前询问四子朱棣来了吗？无人感应，只能遗憾地撒手人寰。根据以上记载，朱元璋对自己的继承人朱标、朱允炆父子一直都不满意，认为朱棣既仁孝又文武双全，欲传位给他。这样的情节显然是史官们秉承朱棣旨意编造出来的。依照皇明祖训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原则，朱元璋根本不可能立朱棣为太子。明太祖实录沿袭了《奉天靖难记》关于朱元璋3次欲立朱棣为太子的说法，但略有改动。因为《奉天靖难记》中说太子朱标失宠，朱元璋想用朱棣取而代之，这种话即使是朱棣也不敢厚着脸皮承认。后来的太祖实录中最终削去这个说法，编造了另一个故事取而代之。故事说马皇后独宠朱棣，原因是她曾做过一个噩梦，朱棣在梦中保护了她。如此荒诞的故事居然堂而皇之被太祖实录记载下来，可见朱棣多么迫切需要这样的故事来粉饰自己。这个故事也可作为朱棣冒敌继位的间接证据。对比明太祖实录与《奉天靖难记》的说法，太祖实录的修改看似更圆滑合理，更有说服力，但距离事实也更远。若要细数明代史书中不合理之处，实在太多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挑2个在下认为最有意思的讲讲吧。《奉天靖难记》中记载朱刚曾想在五台山谋反。晋王朱刚是朱元璋第3子，我们之前的影片提过，他是朱元璋用来制衡朱棣最重要的一枚棋子。朱刚本人也深受朱元璋信赖。朱元璋掀起蓝玉案时，有意把蓝玉的几个心腹宿将发配去朱刚的地盘，就是为了借朱刚的力量镇压军队中的反抗力量。朱刚的受宠，加之朱刚曾派兵欺辱过朱棣麾下的士兵，所以朱棣特别嫉恨晋王朱刚，不惜无中生有编造罪名对晋王进行污蔑。朱刚五台山谋反一事就是明证。如此重大之事，不仅朱元璋不可能轻易放过，官方文献也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。无论是晋府所存太祖皇帝亲录以及朱元璋亲撰的《御制纪飞录》，均未提及晋王谋反一事。由于伪造痕迹过于明显，这段污蔑朱刚的材料最终在太宗实录中被全部删去。另一件事则有关朱元璋。有一次朱元璋前去视察学校，对学生们发表了一些勉励的话。同一件事，太祖实录和皇明宝训的记载完全不同。在视察中，朱元璋问学生们是否学习骑射，学生们回答学了。朱元璋听后说，哪怕国家承平日久，同学们也要重视学习武略，要像卧虎一样使人畏惧，而不是像卧着的骆驼那样被人轻视。朱元璋以猛虎之卧与骆驼之卧的对比，强调和平年代武备的重要性，语言生动活泼，符合他军人的气质。反观太祖实录，引用诗经诗句文武几府万邦为县，文质彬彬，但不像是出生草莽的朱元璋能说出的话。比较起来，还是皇明宝训中的样子更加真实可亲。不过亲民是现代人对政治家的期望，古人则希望帝王有异于常人之相，不同的标准塑造了我们对同一件事不同的看法。朱棣大肆篡史最恶劣的影响，莫过于为后世子孙开了恶例。孔子说，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？受此影响，后来的明朝皇帝或大臣往往利用转修明实录的机会，贬斥政敌，抬高自己。例如英宗实录对景泰帝朱祁钰加以丑化，嘉靖帝朱厚熜通过转修武宗实录，揭露武宗朱厚照的丑事，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。再如光宗实录，因为东林党与阉党的政治斗争被转修过2次，几乎沦为明代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。朱棣篡史的消极影响甚至波及至清代，例如清太祖实录和清太宗实录经历了多次修改，改到后来史学家都有些无语了。由于官方史料缺失，历史的真实面目已经模糊难辨，大量发明历史的小说家填补了空白，如方孝孺被诛10族，最早就见于野史之中。方孝孺究竟牵连了多少人因他而死？没有史料能给出准确答案，为后人理解这段历史带来大量的麻烦。